迎收看《宝洁点评》。3月31号，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了。照理讲，两大国元首要见面，应该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气氛，总是两个人见面嘛，见面三分情。但没有，现在美国居然他的空军公布了一个绝密资料。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威胁周边国家，特别是威胁台湾，最重要就是他的火箭军。去年他也公布了火箭军的资料，这是他在各地的驻军，他的番号，甚至他各地驻军最高领导人，甚至连伙房有多少人，全部都公布了。今天这份资料更加恐怖，今天的这份资料是整个火箭军的重中之重，绝密资料。原来火箭军的弹头跟导弹是分开储存，而它存放弹头最神秘的地方就在秦岭里面。秦岭里面有一个红川，为了保密的程度，它这里面所有的番号不让人家外面知道，甚至要求这里面人民解放军不得跟周边的这个人民有所的互动。即使你的保密到家，即使你做了这么多严密的功夫，竟然还是被美国侦防到非常清楚。你的外哨有多少人？你怎么样运你的弹药？还不止如此，川普在见习近平的时候，有人讲说，现在川普把习近平所有的外挂之电全部都给关掉。我们看到最近他去攻伊朗，就攻伊朗吗？没有，攻伊朗之前打的是委内瑞拉。打委内瑞拉的时候，他把古巴其实也牢牢的抓在手上，牢牢抓在手上。另外就是巴拿马运河，我们知道巴拿马运河现在要求李嘉诚，你就直接给我吐出来。现在美国跟巴拿马直接接管这个运河，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几个地方本来就是中国透过这个地方兴风作浪，透过这几个地方兴风作浪，要求美国不得不跟中国来合作。现在川普在见习近平之前，我就根本做了一个战场清理，这几个地方清理干净之后，在国际事务上面，川普没有任何需要习近平的地方。现在两个人坐下来，直接谈判，直接谈钱。现在把它的定义就是，现在川普对习近平来讲只有8个字：战略我要地，但经济上我要钱。好，今天我们请到6位来宾，对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宗寿，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民，大家好。好，第4位是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大家好。好，从3月31号，两大国的国家元首要见面了。照理讲是天大的大事，照理讲你要营造和谐的气氛，结果没想到，这份报告又出来了。火箭军的报告，竟然把火箭军最机密的资料给公布出来。没错，事实上这个月底来说的话，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嘛，照理说川普应该这个好眼色给中国看，对不对？那甚至说，我可能准备什么礼物去送给中国，就没有。这次呢，川普呢送上2个大礼，这2个大礼呢，可能都让中国踹了蛋。第一个，你看这个是美国空军大学最新公布的一个报告，说刀尖上的这个舞者，它里面把什么？把中国核弹头公布了非常清楚。他就说呢，中国的这个核弹头的相关的管理的报告，它主要是讲述在陕西宝鸡跟四川红川的第67号基地下辖的这个编制的这个部队里面的装备是什么东西啊？你里面有多少人？那里面平常的运作，我都给你知道，摸得一清二楚啊！我不知道，事实上上一次呢，他们不是曾经公布过中国的火箭军吗？对，已经让中国的火箭军倒一片了。就没想到这一次又公布了核弹头，核弹头就让我们想到什么？这跟之前的张又侠倒台是不是有关系啊？因为事实上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曾经报道过嘛，张又侠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你泄露了核机密给美国，现在美国就公布这个出来了，对，他就把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这里面的资料到底有多么样的机密？为什么这个资料撼动了整个中国呢？对，为什么撼动中国人？因为第一个，中国人也很少人知道这2个地方。第一个，陕西宝鸡在什么地方？在秦岭的深山。那秦岭呢？这个陕西是什么？陕西是这个习近平他的老故乡啊，对，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是非常，而且在中国内陆，你要找他都非常非常困难。另外第二个，他放核弹头的地方是在四川的红川，四川红川也是在非常内陆的这个地方，就没想到，我都给你知道了一清二楚，我都完全知道了这个情形。他说这里面来说，你看他这个地方呢，只有单一路进去哦。他说他只有单一条路，只有一条路，要进要出都只有一条路，你看就一条路这样进去，一条路不止这样。一条路进去哦，这里面来说没有任何的手机讯号，所以这里面根本你要进去的时候，手机完全没有讯号，完全资讯里面讯号中断。对，那这里面来说的话，超过50名以上的任何的官兵啊，什么都是学士或是硕士以上的这个状况，而且它外面还有中国最厉害的刀锋特战队在这边防护，那旁边还有飞弹一大堆的保护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严密的这个措施啊。我为了要让它非常的严密被保护，我在秦刷哪来？对，不但在秦刷哪来，我只有一条路。对，一条路里面，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他居然连这个
外面保护的特种部队的名字，是他的番号有多少人，他全部公布出来，所以他就完全都知道，等于是说你这些基地我给你摸得一清二楚。那我跟他讲，这是在秦岭的深山，这是在四川的深山里面，我就想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然后一条路可以进去，你看他都完全把你摸得一清二楚，外面还有非常多防空飞弹啊，还有刀锋的这个护卫兵在这个地方，对，这么严密的部队，你居然有办法知道？而且这份报告可怕的是说，我不是只知道说你在陕西的宝鸡，不只是说你在四川，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你的内部管理。你怎么样的运输？你运输这过程中你的程序是什么？我都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是明白的表示，以中国现在的军力，你只能用公路运输，你只能用铁路运输，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用航空运输。如果你不能做到航空运输的话，你整个调度会出问题。对，没错。像这个报告里面来说，他还讲了很多你们这个相关的核弹头的这个研究人员啊，或者说你们怎么运作的这个过程。第一个，他说他从2017年3月起的时候，该所的300多人员来说话，包括46个资深的工程师被调往红川，就导致呢，他说那一次的这个调动是非常临时的，非常临时的时候，这些人还来不及跟家人联络，就被调走了。所以他就说，连这件事他都可以知道一清二楚。再来就是说，你们要开始把这些相关的这个东西运到红川啊，或者运到宝鸡的时候，你们可能透过这个铁路运输。那铁路运输来说，运到那个地方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那好几天的时间，他就说了，你们要运输的过程，你们要控制它的这个温度跟湿度，而且每一个车厢的人员来说，到1到2个小时都要测试，它避免说因为铁路故障导致这个事故的这个状况。而且美国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个恐怖事件，叫断箭。对，也就是如果把这核弹头你放在火车上，你知道火车是有碰撞，是火车上那个撞击力道有时候会影响到核弹的这种稳定性。而且如果你今天是放在铁路上面，你没有办法做到恒温跟恒湿，所以呢。中间呢，每1、2个小时，不管你是用公路也好，不管你是用铁路也好，我居然就要停下来，我就要测你的温度，测你的湿度，而且他说那个弹头居然是透明的，核弹头是透明的，我就要看看里面的状况有没有走位。他居然连这个都知道，甚至他明白讲，我现在美国，我们现在运核弹头，我都是用吸石机，用大型的运输机，但是你中国就是办不到。对，没错，他还说了，你用铁路运输的过程，还有用公路运输的过程，我都知道你要做什么状况。他说公路运输的时候呢，那些所谓开车人员还要跟家人先断绝关系，先不能够联络，好，这个我都知道。那你们主要是用这2个方法去这个运输，但是呢，你看空运还是比较方便嘛。他说你们还曾经测试过这个用空运的方式。他说第2这个炮弹部队曾经进行过空运的导弹的这个试验。他说他们进行了一个载有不明数量的数据的这个数据声称是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研究，就没想到记录还有倾斜、颠簸、位移，还有其他因素对导弹这个飞行的这个影响数据。然后这一次的测试，他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几乎要酿成灾害，因为呢燃料耗尽的时候无法往备用的这个机场，飞机被迫在雾中带着飞弹进行危险的迫降。他连你在做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一清二楚，所以我才说，这为什么这个可以说明了为什么张又侠必定倒台。如果假设这些那么详细的数字，你怎么知道说怎么会有这么精密的资料？所以我们来看下一章，为什么在这一次的两会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说话，你看这个习近平都一直说什么？我们要这个要求这个所谓相关的，你看解放军不能够有恶心啊！你看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的领导，军中绝不能够有对党怀有恶心之人。到现在还这样讲？对，为什么？明明张又侠都已经被你清掉啦，被你清掉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解放军的这个高层来说话，这个军委会只有习近平跟张生明，他还要讲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一次美国公布这些资料来说，就是显然就是坐实了，我们在你们内部有非常多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间谍，美国相关的情资，完全都可以获得的非常清楚嘛。好，这是第一份大礼，我送给你们中国这个核子相关的这个报告。第二份大礼是什么？就如同刚才宝杰讲的，我斩掉你的对外的相关的这个连结。什么叫对外的连结？我们刚刚说，事实上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话，这个川普都一直在对中国在海外的重要的这个有钱的或者有重要的这个根据地，他都进行一个铲除。对，包括说他最早要拿下巴拿马运河。对，拿下巴拿马运河的用意是什么？第一个，因为你中国如果控制巴拿马，我美国军舰要通行都被你控制啊，所以我就重新再拿回来，变成是我控制你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状况。在我今年年初来说入侵委内瑞拉，抓走了马杜罗控制的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石油变成是我的。好，那另外现在古巴
古巴也疑似要倒台了。好，为什么要倒台？因为过去中国利用古巴监听佛罗里达州很近嘛，一直不断的监听美国。听说连俄罗斯在这边都有监听中心，在一直监听美国。中国利用古巴监听美国，那我把你铲除掉之后，你在这边的伙伴也都没了。好，对我的美国后援都铲除之后，简单，我现在再把伊朗拿下来。伊朗来说话，对你的一带一路至关重要，而且你的油也在这个地方。我把你拿下之后，你的所有对外的这个联系的这个东西支点，全部都被我铲除之后，好，现在我川普再来见你习近平。虽然说他其实是有备而来，就等于说从大战略的眼光来说，我把你的朋友都羽翼都斩除了之后，我再来跟习近平来见面。好，所以国民你说。今天美国空军公布了这个火箭军的机密资料，要跟他最近跟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战争要放在一起看，因为他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就算你的火炮，就算你的弹药放在轻刷拿来，就算你放在非常严密的地方，我要么就把你给炸掉，我的钻地弹是1炮、2炮、3炮、4炮，我把你给炸掉；要不然的话，我可以把你洞口炸掉；要不然把你的洞口炸掉，我就把你的道路炸掉。他现在把你公布出来。不就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对付你中国吗？这个确实是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特别带一个模型来，这个是东风26的飞弹发射车啦。就是说，其实你看哦，前面尖尖的地方那个叫整体叫飞弹，然后前面尖尖的地方叫弹头啦。那弹头可能1枚、2枚、3枚啊，甚至6枚，不知道啊。但是我就问你说，打完了怎么办？打完怎么办？一定是从弹药库慢慢补啊。但是我们要想说，这个弹药库不是一般的什么1.5公里弹药库，它是核子弹头，所以其实它的管控、存放要非常非常绝对安全哦，这个是必然嘛。那其实6、7基地呢，它算是所谓的我们叫中央单位啦。那中央单位的话，它不止包含比如弹药的储存，我们讲的都是核子弹哦，不是一般的炮弹。核子弹的储存，然后相关的什么防空部队，然后核生化检测部队都配置在这个6、7基地之内，然后呢有状况再由6、7基地分派出去哦。这份报告其实最重要的，他还提出说，我都知道你的检测单位用的装备是来自于哪里，这个才比较恐怖啦。什么叫装备从在哪里？譬如说我们刚才不是讲，不只是说核子武器核温核子不止哦，它主要是检测辐射值。辐射有没有渗透，这个很重要。那偏偏呢，我们都以为说中国的核子设施核子检查设施很厉害，但是美国这份报告说没有哦，相关的检测设备都是由一些欧美厂商所产制的那甚至连什么型号啦、什么远程拆除机器啦、防护什么感测器，对，都是瑞典、德国、法国，甚至是美国制造的那我们讲，你今天在秦岭宝鸡这个地方，你今天在四川红川这个地方，你今天工作人员穿什么样的防护服？你用什么检测的仪器？这些检测仪器的型号，这些检测型号你是跟哪个国家买的？我知道，这个报告都交代了。对，其实我们要鼓励说，中国要确保它的核子安全因为这个对中国来讲很重要那其实我们不希望它发生意外那其实美国公布这个报告就是说，我不只知道你的弹药有多少枚，我不只知道说你的运输状况怎么样，我连你的用检测装备都可以一清二楚。这个检测装备的很重要。我讲白点比如说来年什么检测装备不续约的时候怎么办？你光日常的维持这个核子武器的运作，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其实很麻烦，不是说我们看到说因为我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说原来核子弹的保存是这么样的解密，你要恒温。恒湿，你不可以过度的一个震动，甚至你中间刚刚讲到，你还要去定期做这个任何的一个所有时间的这个校正。为什么今天我就搭火车，我今天去搭公路，我2个小时就要停下来，我就要算一次？他说中间有任何的偏差，你不是说我的导弹部队会有危险，是你根本就打不出去。对，其实我们必须说了，核子武器到现在来讲其实美国跟苏联已经发展得很安全，但是美国跟苏联其实他们以前也发生了很多很严重的事故啦。那我们说 copy 以前美国的发生事故，如果说假设啦。放到中国身上，其实那是不得了。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要注意它那个核子弹的一些弹头的数量，连检测装备都要知道。然后我们必须说，美国为什么知道？那其实美国知道这个叫我们叫硬体的设备硬体情报。说真的，其实说真的，你认真查。真的可以查得到。我们比较不是担心，就是比较惊讶的是说，为什么你连这种人员调动都知道？这个叫人力情报那其实6、7基地，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母基地或者说后勤维修单位。我连你后勤的东西我都知道的话，你会怕不怕？好，所以吴董，最近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不断的在进行内部的整肃，想说又发生什么事了？看了这份报告，我就知道了。因为每次美国空军就公布了这个火箭军的报告，就会血流成河。是啊，所以他已经公布这一次好像第4次了，我记得了我记得我们上次节目谈过一次，就是它的新的发射井的位置。
那个发射几人位置根本没有人知道啊，他就是，而且那到底是伪装的还是真实的？他通通跟你拍得清清楚楚，然后还做了学术上的说明。那你相信说一个美国的空军大学有能力做这种事吗？没有吗？当然不可能嘛。没有一个大学的单位，我们这边有教授在，能够做到这种研究，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而且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东西，大部分是属于这种绝密情报嘛，这比较可怕的这个地方。而且还有，所以第二点，我认为哈，他现在公布的部分啊，是他想公布的部分。哦，他还有很多不想公布的地方了啊。然后我现在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一大堆的贪腐的将领，对不对？有的是已经死亡了，对不对？那有些很多下台了，有的是已经关起来就不见了嘛，对不对？那人都不见了，中方也不会跟你说明这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律的民事法律规定啊，如果他有人呢有钱有金钱，有贪腐扣押几年，判刑确定他充公，我想什么意思你知道吧？那上一次就有一次，这个《纽约时报》还是哪个报纸，他是宣布啊，要公布这个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的这些资料。对，我那个一下子宣布说要公布啊，然后后来没有公布，那是什么意思？这是恐吓嘛？那我认为这里面呢，那我现在请问，那这些将领的金钱呢？贪污的所得在哪里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大陆上有公布说，哎，这个火箭军将领上将，他们查出来几亿在什么地方，都通通没有啊，钱在哪里？他们都全部在海外嘛，因为他们这些东西就是一定有相当程度的说结合了一些国外的厂商嘛，不然这个资料怎么可能会外泄到美国去呢？所以我认为川普的目的非常简单，川普不是要跟你来 say hello。对啊，吴导，我要问。那今天公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包括你今天打伊朗，今天打委内瑞拉，今天把这个古巴开始封锁，今天要把巴拿马运河运回来，甚至今天公布火箭军的资料，都跟川习会有关吗？我应该这样讲，跟中国有关，因为中美未来在21世纪，中美要争夺世界霸权第一的位置，对这个结构不会改变嘛。我们在未来20年当中，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结果嘛。现在目前一直还在这边竞争状况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单点的空军大学所公布的这个火箭军的核子弹头的资料，对这件事情是绝密的，一定是非常机密、非常机密资料。那这个的资料只有一个 TA 嘛，只有一个观众，那个观众就是习近平啊。他当然是给习近平看的，就给你看啊。然后下面桌下还有，对，那干嘛？交易嘛。川普现在这一趟跑到北京去只有2天时间，对不对？本来要上海行程，本来要上海不去，不是中方安排的。对，他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快去快回，他把钞票抱回家。他跟你爸说，他到南韩不是只是跟你谈2个小时走人了，他根本没有兴趣跟你在那边鬼扯淡。就是我现在来卖大豆，所以我不是跟你套交情的，我没有时间跟你把乱了。跟你讲很简单，我就是把我这个波音的引擎卖给你，交易签完合约他就走人。他根本没有兴趣跟你鬼扯就对了啦。那这个是非常恶意的。美国空军大学公布中国火箭军的核子弹头的管理跟相关的绝密资料，这只不是善意，这非常恶意嘛。恶意就告诉你说，而且可能美国也知道，中国也知道你美国拿到我的情报，可是我公布出来给你看，那个不一样哦，难看呐，给你非常难看的。然后后面一定还有，对，那后面还有表示你下面还有多少人，你的火箭军还有多少人可能是我的人，对，还有我的情报来源。你不管我怎么搞，所以那这一次的公布当然是针对的这个川习会嘛，第一件是帮他造势嘛。他川习会老川去的时候，那两个可以私下可以谈判啊。我把这些美国这些将领的这些资料给你啊，在美国存款我给你啊，对，我钱还给你啊，或者钱我们来分啊。有明的跟暗的，明的我跟你谈什么，暗的我跟你谈什么，就可以那你就有助于他这一次去签约的事情，他都会干，这都可以谈，这都可以谈的，因为美国法律规定你是要你现在确定贪污了嘛？中国大陆是判刑贪污，了，那你在美国的钱我可不可以扣？还可以扣钱，对，把钱全部资产扣的贪污所得、犯罪所得，经过民事诉讼的结果，它有一条法律，它可以全部把它扣除，全部可以扣押起来。那可是你要证明这个事情，你要大陆提供资料，对。所以你如果大陆不提供资料，我也不能还你钱，不能扣。那你要钱还是要什么？对，所以我们两边要谈嘛，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有
警告习近平，还有要跟习近平谈判。对，因为这个习近平很窝囊的事情啊，因为中国大陆人，因为我想两个国家贪污非常庞大的金额，结果呢，只有一个国家永远查不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渗透这个从二战以后啊，从这个打二战胜利之后渗透美国的时间很长很长，所以他那个藏钱的方式啊，非常的跟美国社会已经全面结合在一起了。中国大陆时间太短了，技术告败，我还来不及洗就扑了。他把中国人在美国在干什么？买房子嘛，对，开餐厅嘛，卖中国餐厅的，开 supermarket， 对，这个钱。一下子好几亿美金怎么藏啊？洗不掉，很难搞嘛。跟那老美有五眼联盟，他们现在不太敢查美国，查加拿大。加拿大有个鸟用，我照样可以查到。美国这个情报系统强得不得了，所以我认为他的目的是有希望。他这一次拿这个资料就是恐吓习近平，然后希望跟习近平谈判。对，那谈判的标的物，我认为其中一部分，因为他们贪腐嘛。对，那你希望知道更多东西吗？可是川普太狠了吧？你现在谈判也不跟人家来个人情，也不能来一个这个所谓，你直接把人家外挂都给干掉了，把人家委内瑞拉都干掉了，伊朗都干掉了，外面干掉了，你还直指人家核心？那个干掉是国家的事情哦。那个你现在跟我谈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这些将领是我提拔的将领哦，然后通通叛国，然后通通你说贪污，你把他打掉，对不对？你要他的命，然后我要他的财嘛，一个谋财，一个害命嘛，这两个不是刚好？川普对钱有兴趣，所以我看你要解读川普啊，要非常简单的，绝对不要是从什么大战略啦、什么哲学思维，都不是。钞票，美金在哪里，他才有兴趣。没有钱的地方，他一点意愿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是要跟习近平交换条件。好，王老师，另外当然对中国现在有一个压力的时候是，以前在川普之前，美国其实是非常自治的，它是可预测的，所以中国就知道我怎么样的玩你，我玩你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川普是一个你没有规则、没有原则的人，他可以什么都可以搞。今天我们看到了，你今天居然日本现在鼓励你弄12式飞弹，12式飞弹可以打1000公里。这1000公里以前本来是你防卫，可是你现在是可以打到北京。你现在之前我们看到了，美国跟日本他们进行空中军演，以前从来没有到了中国的 ATIZ， 没有到你的防空识别区，我现在也到你的防空识别区。以前从来没有说我今天去动韩国的这个所谓的萨德系统，我今天也动这个韩国的一个萨德系统，就代表说现在美国对中国来讲有一点反手为攻了。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们很多的观众或是包括中国，我觉得他对美国都有一些战略误判的部分，就是说，其实川普在很多场合，他都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我很了解习近平，所以的确让很多人误以为说，比如说，包括他们这一次川习会见面的时候，会不会大交易掉台湾，会不会卖台？啊，他是不是真的对中国很好啊？什么两边领导人是不是真的都是麻吉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川普他这种软硬兼施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他在很多的一些场合，他的确说，看起来他跟中国的领导人跟俄罗斯领导人都很好，这样哈。可是，在军事方面，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手软。那另外一个战略误判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包括中国哈内部的判断都认为说，美国有所谓的战略退缩。因为我刚刚主持人讲到日本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到说他实际的做法没有战略退缩啊。我们从他去年年底12月有发一个叫做 NSS 国家战略的报告书，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发一个叫 NDS 国防战略的白皮书。我们这样简单来讲这个两个其实主要 NSS 最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指导原则这个部分，它里面就提到台湾第一岛链的重要性，提到说美国即便在保卫他自己西半球利益，可是他会把重点放在印太战略。但我觉得美国说那么多，好像那个中国方面或很多的一些不同党派人士，他们认为说没有啊，美国他要战略退缩了，他可能就因为他要各个国家，包括印太地区的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国家，都必须要增加国防支出的部分。那这样好像认为说啊，美国就不要理我们了。可是实际上你发现到不是这个现象，因为美国还大量增加军费，还大量增加，包括刚刚主持人讲的，在实际的动作上面、军事行动上面，证明给你看说他们要战略退缩，他是要把刚刚比如说这个美国中南美洲这个本土的地方清空，要把伊朗这方清空，
接下来就是俄乌战争要清空，清空完之后，剩下的对象就是中国了。他只对付中国，只对付中国这样的。因为他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他唯一的敌人会唯一影响到中国、美国霸权的，就只有中国。对，他只是在言辞上面，在口语上面，在政治宣传上面，让你中国有战略误判，觉得说美国要退出了，那太好了，那像印太地区只剩下中国独霸了，那中国好像可以跟美国来叫嚣。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从节目刚一开始到现在讨论的，美国光是一个这个空军的学校公布的一个东西，就让你中国吓死了。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